不过我们再来看看美中，美中现在盛传拜登跟习近平在年底会见面。可是真的事情会这么顺利的推展吗？因为其实这两国还有3个心结未解。先来看看呢，包括美国因为要突破，因为要这个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些晶片技术，所以要加重禁令了。包括麒麟9000S 的工艺制程，现在华为看起来信心满满，明年呢他们要停止采购高通的晶片。那中国大陆出招了，美国会怎么对应呢？看起来我们看到美国可能要做更高层次或是更大强度的一个晶片的围堵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美国政府他就求助华尔街的人才，砸下大钱，包括可能的是1000亿美元要来做晶片的资金所以两边在晶片在科技上面还会继续战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呢，美国这边包括美国的媒体华邮都在放消息说，白宫已经很确定了拜习会11月会登场，两个人会握手，地点就在旧金山。可是目前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回应，白宫也没有评论，所以外界看起来还是不飒飒。而另外呢，美国对中国大陆晶片的管制现在有最新规定出台了，已经进入最后的审查阶段所以可以想见，最后美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对中国加紧设限，所以会不会更恶化？还是会更好现在业界全世界也都在观察中毕竟牵一发动全身。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大陆的何立峰访美了，王毅的访美计划也在进行中那外界说这是在为拜习会做准备，可是还有一个关卡未解，这个就是香港的特首李家超，他一直到10月3号都没有收到 APEC 的邀请，因为他被美国给这个制裁了嘛，所以这件事情是关卡2。而另外我们看到拜登自己政府内部美国内部还有很多难题未解，有媒体形容是一团糟，包括过去川普不是盖高墙盖围墙要阻挡移民吗？那这个拜登本来民主党是反对的哟，可是现在看起来他走上了川普的后路了，他放弃执行26项联邦法律。他的说法是说我对于川普任内签署的政策指定资金没有办法阻止执行，也就是说这个高墙的计划会继续延续下去。川普的这个主张非常的明确嘛，他觉得几千年来只有2样东西一直有效，一个就是围墙那拜登会为了花这么长的时间才开始行动有向我还有美国人道歉吗？意思就是说我才是真知灼见，你现在拜登跟着我的这个政策，所以你要跟我道歉。好，美国继续在乱，我们包括看到的是美国的议长已经被罢黜了，他已经下台了他已经是被这个弹劾他被下台了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川普他就讲说，我愿意担起这个重任，我愿意暂时来递补议长的空缺在党内扮演团结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议长是美国的第3位继承人，美国总统如果他有什么意外是副总统递补，那接下来会由这个议长来递补。我们看到过去曾经有这么一幕前美国的这个国会议长佩洛西那个时候在川普的背后撕掉他的这个演说稿，撕掉这个川普的讲稿来表达抗议所以这是美国在议会里头上演的各种的戏码。而另外美国现在银行业的危机又要来了吗？美债的利率飙升了，我们看到的包括耶伦怎么讲，耶伦说高利率不一定会长存，可是美债的殖利率飙升，这是隐患这个埋下一个很大的炸弹。来，先请教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其实整个这一次美国这个麦卡锡被拉下台虽然是史上第一遭被罢免的议长，可是真正的问题关键，当然
眼前你看到的是政党恶斗，共和党自己内部恶斗，共和党民主党恶斗，而且这已经是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就是政党撕裂、社会撕裂、极端化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美国社会，你觉得它持续对于更为理性的政策能够做公开的这种讨论吗？那它对于国际的政治经济，它能持续的做霸权，做应该有的正确的这个政策吗？那最关键的是，在这个问题当中，是它的开支啊，是它的预算，这个大预算大开支。现在我看 JP Morgan 一个报告，美国的债务啊，现在严重到2035年的时候呢，它的整个每年的预算呢，都会是固定开支。什么意思？也就是指，比如说社会福利、退休这一些固定的开支，那剩下那些可以调动的，包含国防预算呢，包含一些东西，那共和党就觉得国防预算绝对不能动，国防预算美国大概高达8000亿，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债务已经越来越接近到可能会不只是被标普给降平，事实上可能会造成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关键来源。也就是全世界将来的不稳定不是中国大陆，不是台海冲突，不是中美对抗，而是什么呢？美国的国家的预算，美国的债务问题，它有一天它会崩解掉，发现到好多国家都拥有它的这个债务国债美国的国债，你会发现到慢慢的会形成一个严重的这种就是说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共和党的这些强硬派要求你必须要砍这个开支，还有就是乌克兰的这些援助案。讲句实在话其实我看这位投赞成票的8位的这个个人的说法，因为报纸一个一个去访问一个访问，他们都讲出来。当然，绝大部分是个人对于麦卡锡的不满这个是比较接近是政治斗争。但是有一半以上人都说，绝对不能再忍受美国这样子的一种毫无止境的散财童子的。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到拜登的不断就是花大钱，但是我们没有钱了，也借不到钱了，都有这样子讲这些声音都没有出来。各位，我们站在这里看这边看他的热闹之外更要给我们的一个警讯是，它里面可不可以闻到一点未来美国的债务预算跟它的对外政策真正会导致那个骨牌瓦解的那个时机点？跟哪一张骨牌现在越来越清楚。对，而且这个时间点搞不好很接近了。是，来请教赖老师。雷蒙多的态度，它反映了美国拜登政府的态度，但是令我们无法接受。他说：“你华为不可以自己做芯片，你不可以自己做，而且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可以把芯片卖给你华为。”这什么意思？华为做芯片，然后也不任何国家也不能卖给他，然后你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要让你华为倒。我觉得凭什么？台湾已经不能卖华为了，美国也不能卖华为，华为自己做晶片，自己卖到自己的国家，卖到自己的其他的国家，也没有卖到你美国去，这样不可以。然后你已经规定所有的国家不能把晶片卖给华为了，现在华为连自己做都不可以所以你华为自己做，我就要把你打到底，打到垮，打到输，打到没有为止。那这个是太霸道了吧？全世界有这么蛮横、霸道、欺负人到这个地步吗？有，就是美国这个例子。所以当雷蒙多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突然间醒悟了，就是说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流氓，世界级的超级大流氓，流氓到这个地步，而且还是受高等教育的流氓。他是资优生他是学霸一个学霸资优生受高等教育，然后但是他却是一个流氓，多可怕！可是他手上拥有一堆工具，来去修理人，来去整人，然后又有足够的聪明去修理。然后，但是当他修理失败了以后，恼羞成怒，然后非常的愤怒，甚至讲了一些很不理性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证明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感的人，有正义感的人。但是怎么会培养出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严肃的问题，因为这才是教育中最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中最深层的没有教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美国一直在放话，不停的放，说集团体要见，拜登也说我要见，结果没见。没见以后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在 APEC？ 他说如果 APEC 不能见，我们在第三地都可以见。现在又在放话，然后又说两个人要见。可是你如果问大陆的，你问美国政府，他说我不知道。可是问题是，如果习近平要到美国去访问，旅馆一租少说也要700-800间。那这个消息，你整栋的旅馆都要空给他的，要提早布局。那要提早布局所以王毅如果没有去美国，那两个人见面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是，来请教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因为拜登要选举嘛，那现在情况显然对他非常不利各种民调他是输给川普，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做各种修饰的动作跟中国大陆他是又要软又要硬，好像想可以从中所属两端，但是习近平要跟他会面自己要先问我跟拜登见面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对不对？没有任何好处。雷蒙多去中国大陆访问回来，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没有，继续修理华为。2年后的奥运，美国会不会先宣布？因为跳水中国人常拿冠军，桌球也常拿冠军，以后你们不准参加这2项比赛。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华为，它的情况就是一样你看到一个流氓恶霸如何穷凶极恶，然后全世界噤若寒蝉，然后这些噤若寒蝉的国家每天在讲谁没有民主，谁没有人权，你们自己会不会觉得羞愧你们还妄为人，每天在标记人权大国，对不对？我讲这是一个简单的。那当然每个人内心都有人性可是有些人从政以后就没有了。那你要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你就会看雷蒙多本来是要中国大陆你都买我的公债，没有。然后他也去试探看中国大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来修理的。那现在显然都没办法得逞了。我老实讲3年前美国的选举那时候民进党是支持川普的。那拜登上任以后，你应该至少态度有点改变嘛，你走了比川普还激进，那你这个是在做什么？变成你如果看他们的众议院议长被罢免，发现美国民粹已经到极致了啦。对，那所有这种情况，它已经不是民主国家该有的修为了。你这样再走下去，当然美国会很惨，但是民进党政府还在死抱美国吗？是，这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嘛？所以真的要思考一下。没有错这个现在的美国跟以前我们认识的美国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它第2轮的这个核污水排放了，在昨天我们看到福岛第2轮核污水再排放7800公吨，于是韩国抗议了。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韩国的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了记者会，他们抡起拳头，高喊谴责日本政府的口号他们也呼吁韩国政府全面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您看到呢，有很多韩国人对此感到愤怒，而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也说建议日本把安全的核污水用于灌溉烹饪洗涤因为你说安全嘛，那你拿去用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在核污水的这个部分日本周围有很多国家在抗议。那中国跟俄罗斯这2个国家看起来立场比较接近，他们现在互访的几率大增了。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创20年来的新低，可见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真的已经不断的在下降可能也要降到冰点了。俄罗斯的部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宣布12号要访问吉尔吉斯可是呢，大家还记得吗？他遭到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这个逮捕令说他是犯下了战争罪嘛，这也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
逮捕令之后，他第一次到海外去访问。而另外，我们看到俄中两国越来越紧密。普京说，这两国将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之下展开合作。讲到潜舰，我们台湾潜舰国造发生很多的问题，而现在中国大陆要出口潜舰的线索，出口潜舰给线索。我们看到的这个报道是什么呢？中俄两国走得越来越近有助于北京远比原本所预期的更快、更精进的潜舰制造技术，两个国家潜舰制造技术可能会有交流。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北极这个加重对中国大陆贸易的依赖，所以俄罗斯通过北极的航线扩大对中国大陆运送石油所以两国正在互惠莫斯科正在向北京打开北极的大门这两国越走越近了。来，我们先这个看看所谓的废水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关心，而这个废水的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他到底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Многим вопросам опасения, думаю, были бы разом сняты, если Токио прекратит процесс слива своих отходов в мировой океан. Еще раз говорю, повторю, мне кажется, прекрасная иде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ллег, которые они озвучили, предложив Токи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у самую воду для внутренних целей, не сливая в мировой океан, а просто используя для полива, готовки, умы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好，请问杨老师，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其实它还可以做一个方法，因为它那个叫 ALPS， 对不对？翻成这个就是 ALPS， 就是阿尔卑斯啊，对不对？它可以出一个阿尔卑斯水啊，对不对？这是第二批，从5号开始，又在780吨排放到海里面。上个月第一次9月，所以1个月要一批。照他这个动作的话，我预测岸田政府大概到明年9月就会下台，这个排放核污水大概跟着他下台就结束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你不断的在向海里面我们共同的大海排放核污水，而他说只有氚是合乎标准，其他的62种放射性物质呢？有一些半衰期可能高达到几年、几十年、100年，更长的都有。每个月 IAEA 你们提供一个报告给我，证明它是安全的。IAEA 现在开始在甩锅了，所以连续你看吧，5次、5个月、1年，我觉得区域国家还受得了吗？人民还受得了吗？对不对？你不要说它是要排放30年呢，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忍受接受这种东西？日本有超过50%以上，许多的民调都是不接受的。但是这是政府做的决策，而政府做的决策背后就是那个东京电力公司嘛。东京电力公司给了多少的政治现金，而有多少的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大的基金进驻到东电的整个这个股市，它的这个是股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将来要发展核电嘛。现在开始核电某种程度要回来了，所以当然这是个赚钱的生意，用最简单、最就是便宜的方式，把这个在核电厂上面那1000多个储水槽那个印记把它给拿掉。但是要搞30年，我觉得这个大马孔固力呢，很不负责任呢。这不是日文，这是我们台湾台湾的这个日文。那真的是笨到你难以想象，他现在的损失已经远超过所有当初这个规划方案当中最贵的方案，对不对？渔民的损失，农产的损失，然后呢，你说要去开创新的市场，鱼类水产大臣跑到马来西亚说要买这个扇贝，没有用的，大家不会这样子去做。你不要看接下来这个区域的市民社会、政府都会，韩国只有那个尹锡悦，他一定迟早会改变，去禁止。如果日本持续的排放核污水，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看看福岛的
第二批核污水排放了，而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看起来越来越接近了。我觉得核污水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节目我们也很高兴有越来越多人的立场跟我们一致了，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如果你日本一直强调说这么的安全，那你就拿来自己用嘛，那现在我看这个俄罗斯的发言人也跟我们的论调一致了，就是说你既然觉得这么的安全的话，你又缺水。那你就拿来自己用，用来洗涤东西啊。这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现在蛮开心的，现在成为国际间的主要的意见之一。他有在监看大白话。我觉得应该有在监看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曾经主张过，因为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国家，他们一直在强调说是很安全。那我们就主张说，那就用大型的邮轮把它运到美国，或是运到英国去，供应他们使用。这样不是就皆大欢喜，帮全世界一个忙嘛？既然你美国觉得很安全，你英国觉得很安全，你就帮大家一个忙嘛，把日本搬走嘛。那这样日本也开心，也觉得说，哎呀，我们无条件的追随你，我们总算有回报了。你美国帮我们拿去使用，因为你觉得很安全。你的大使馆的大使不是也在那边拼命吃日本海产吗？你都觉得很安全，那你就应该回去把这个水带回去。你大使馆你就主张把这个水带着，然后你就飞回去，然后在港口里面迎接这个水来，然后再迎接日本的福岛的食品，然后进入美国，你就应该做事要诚意一点嘛，不要说跑到日本吃，不敢在美国吃，丢脸丢死了那我觉得“一带一路”是这样，“一带一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美国一直想办法把它抹黑，把它唱衰。可是从40国、70国、93国，现在到130国，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主场外交。我觉得“一带一路”已经走到很深的地步了。那我们也看到它的成果是越来越丰硕了，因为欧亚的交通网在这次疫情中展现出它的能量。因为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海运都停掉了，结果呢，欧亚的交通网反而比以前做得更好。是，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一带一路”这条路走对了，而且呢，让美国他们陷于非常大的困境。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的时间要交给董哥，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大家所讲的，美国的政策本来是要拉中国，然后来钳制俄国，或者拉俄国来钳制中国大陆。他现在的手法已经把这两个国家把它打成一块。那我们看到现在的“一带一路”，虽然美国去鼓动意大利说你赶快退出，因为意大利是 G7 里面唯一加入的嘛。对。那可是你看周边所有国家，大家都希望能够加入，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些进步的，尤其是铁路，把所有东西运来运去，我多的东西卖给你，你多的东西卖给我，货畅其流嘛。对，各位朋友，我告诉你美国最近有一条高铁通车啊，你知道吗？这条高铁很好笑它在佛罗里达州从奥兰多到迈阿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钱子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马文君现在呢被指控说，你把一些国家的机密的国造潜舰的东西给散布出去了。那这件事情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当事人马文君立法委员今天在这个立法院有质询，他质询的对象是国防部部长邱国正，我们来听听看。海军的确有请他当顾问那1年，后来因为有一些事情他做得太过分，海军就把这个有点停掉了。既然聘了他，就一定有个程序，我就去了解。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郭喜这一个人这个有一点点年纪的人，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应该就有印象了。尹清峰案包括拉法叶舰，现在他紧咬马文君，马文君也告了他所以你看到今天在立法院，马文君就问了邱国正说，潜舰国造聘请郭喜担任顾问的决策有没有通过签核？
哦。那邱国正是说哦。这个是海军私下哦，请注意私下哦，可以这样私相授受吗？哦，只做了1年，有没有通过签核还要再了解，可见浅见案这里面水很深。包括马元军也质询了陈建仁，要求他你赶快查办黄曙光哦。我们看到呢，包括法务部部长蔡清祥以及国防部部长邱国正都有列席嘛。马元军的意思是，当年他的确手上有掌握一些录音档哦，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徐巧芯手上的这一份，他当时觉得里头怪怪的，是有蹊跷哦，所以他给剪掉一份，然后呢也给包括国防部相关的单位都有给你们查到现在到底查到哪里去了呢？不过另外哦，他录音档还有转交给第三方，给谁呢？给韩国哦。那马文君自己有讲啊，为什么要把录音档转交给韩国？因为哦，他认为这中间哦有很多的犯罪行为，有教唆韩籍技术这个包括这个造假学历呀，还有签订阴阳合约啊，谎称签约要建造水面舰，再来台建造潜舰等等，里面有很多诈骗的情节，所以他认为应该要把这个事情也让韩国人知道。所以这是马文君自己说的这个说法哦。为什么要把这个录音档的内容交给这三方各自去这个深入调查？而另外我们看到邱国正也被问到了说。国防部有认证说没有机敏性，大家回想一下，马文君当时是讲说，他把这个录音档交给国防部，说，你看一下这个里头是不是有很多机密的，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东西？国防部的人跟他讲说，没有机敏性，所以马文君就问了邱国正说，到底有没有机敏性？邱国正说，我完全不知道，国防部没有刻意说这份如何，那一份如何，一切看检调单位。听得懂吗？邱国正要不然就是说谎，要不然就是他真的不知道，他搞不清楚状况吗？所以这个到底里头这个相关人等到底高层高到哪里呢？现在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先来看看张静他说绿营不敢提的军火商他认为说郭喜如果指控说马文君把机密交给中共大使馆，他认为太蠢了。这个张静说，有哪个军火商智商会低到去有监视器，而且会留下影像的中国大使馆送资料呢？他那么蠢吗？难道绿营真正难言之隐是自己就是那个人吗？会被黄曙光当成自己的军火商是谁？当做自己人的军火商是谁？所以现在看起来大家互相在指控。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时报》的资深军事记者吕昭龙他写了一篇报道，他说黄曙光尴尬了，因为他的前办公室主任跟郭喜唱双簧。黄曙光的前办公室主任叫做柳思卫，他现在是潜舰国造的海昌厂的厂长他跟黄曙光当然得到他很大的信任，可是他又跟郭喜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所以吕昭龙说他认为这两个人包括这个柳思卫以及郭喜正在唱双簧，那到底要不要把他调查好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柳先生他在韩国找的这个所谓的厂商，看起来让海军是在由海昌厂在主导，可是这一批人其实是郭喜在幕后操盘，大家有搞清楚吗？海昌厂的厂长对外假装演一出戏我自己去韩国找厂商，可是其实幕后的引武者看起来是郭喜啊。从录音档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台积电是不是配合美国来抗中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是不是积极在配合这件事情。顾立雄接受日经亚洲的专访，他就说，台湾计划到年底前会公布关键的技术保护清单，因为美国要围堵中国嘛，所以我们也要一起防堵中国取得这些技术，包括哪一些部分呢？半导体刚刚提到的台积电，还有农业、
航太以及 ICT 等产业，我们都会配合。而另外，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出来了，华为是不是有台厂在暗中帮助他呢？有4家台湾的科技厂被点名，那王美花就讲说，如果违法的话他们会去调查，如果真的违法，会罚给他2500万的罚单会让这些台厂这些台湾厂商吃罚单。而且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样的法条来处罚。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国安局局长最近有一场演说，他说习近平现在在维权，所以可以看到共军他们的一些行动还有军演蛮异常的。我们来看看进一步他的说明内容。他说，对岸动员规模比以往庞大，飞弹试射的数量也明显增加。这是因为习近平为了整顿火箭军，所以透过军事演习要加强习近平对对军队的控制。可是呢，他这一番说法让很多军事专家反驳，他们认为这个论点有一点点太过牵强。我们的国安局局长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掌握全局？来，我们请一下这个董哥。你看蔡政府这些官员不是在混就是有问题。国安局长讲这是外行。习近平今年干第几年了？第11年了。11年军队还没办法掌控，他是共产党有计划栽培的一个人才。他如果11年还没办法掌控他的军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对不对？一想知道你这种逻辑就不通了。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焦点都放在我们的潜舰了。潜舰这个当然，蔡政府大有问题马文君是一个吹哨者，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叛国者，那所有人铺天盖地，他们现在对高虹安的寡妇都没兴趣了，抓到一个，对不对？高虹安就没有要选举嘛，那现在可以看到民进党图穷匕现一堆获得好处的，或者希望在里面沾染好处的人，纷纷出来敲边鼓。你先看邱国正前2天帮马文君讲了2句话，他说马文君没有我们在开国防外交委员会，他很正常，没有怎么样结果马上被郭喜骂说你这是大番薯，马上被他羞辱。邱国正是蔡总统的爱将当过国安局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了，另外一个被郭喜修理的是李喜明，是蔡英文的参谋总长。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跟黄曙光不对盘，认为你这个借着蔡英文想做好潜舰国造，然后你里面很多东西就不符合军队的常规。譬如讲，你怎么找郭喜，自己聘来当顾问，私下对你海军司令可以私下找一个顾问，还帮他写了一个推荐函给他厂商看，说郭喜就代表我，可以这样吗？黄曙光，你胆子太大了啦！我老实讲，那今天马文君是个吹哨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这几天在发展的它就是那个录音带嘛。录音为什么会录音？因为郭喜去呛韩国那个顾问嘛，那顾问就把它录下来。他找了4个立委，结果其他人不接受，只有马文君接受。马文君就去查证，他找了谁呢？他觉得说这东西我不一定很懂对不对？因为这海军的机密所以他就找国防部说，我有拿到一个这样档案，如果照这样的内容的话，有人在泄密东西给韩国人。然后第二个，这些人还想自己搞一家公司，把海军要造潜舰的钱把它捞过来，这个太可怕了。这就一个比清户案更可怕，因为清户案的钱没有他多嘛。所以国防部就派了一个次长，叫黄茂宏。他是一个中将。然后来。他还派几个幕僚一起来把这些东西拿走回去，他们听一听，又回来告诉马文君，到立法院告诉马文君说这个没有什么他说没什么机密，对而且不影响海军的造舰。对，那他认为是厂商恶斗他讲这3部分重点，就结案了。好，邱国正讲说我不知情，他说他不知道。那请问一下黄茂宏，你在隐瞒什么？你部长，你是次长，部长不晓得你去立法院弄了这个东西，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大家都在混吗？他没有报告给邱国正，你应该报告，你是次长，你的上级就是部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尔虞我诈，都在勾心斗角。部长很多事情竟然被下面的隐瞒。好，那大家再看那一天是去年的1月10号，是。那
既然军方这样讲，马文君说让我们这一东西就交给检调因为军方也说我们没有调查权嘛，所以去年1月11号交给检调，是，然后蔡清祥说我们现在检调正在查，检调正在吃案啦，蔡清祥你就是吃案者啦，太丢脸了嘛！去年1月11号到现在还说我们还在查，你在查什么？有任何人被传吗？对不对？黄曙光应该被传啊，郭喜应该被传啊，这些人应该被传来问为什么要这个录音带？这录音带是真的啊，对不对？那你们在干嘛？你们就在包庇，检调就光明堂皇的在吃案。蔡清祥，你要当民进党的打手，你就继续当了。可是你看了实在很愤怒，因为马文君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怕我们的钱被捞走，人家已经摆明了开一家假公司，先弄个3亿来，大家分一分，对不对？里面都讲得这么清楚了。那你今天可以看到，我们政府现在就想说，把一个吹哨的马文君先把他捏死，因为她是国民党里面现在算对国王最熟悉的，她很认真嘛，一个小女生。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民进党那些铺天盖地，包括郑文灿都在讲说，哇，马文君晃着蓝头，很多事情不做，还去搞泄密。郑文灿更可耻啊！郑文灿，你自己有那么多的案子，对不对？你在桃园做这些事情，都被人家当地觉得你其实市长都是只会用媒体来吹捧自己。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我们台湾现在的问题，鸡蛋、猪肉。没有看到这政府有人有肩膀担起来。是，来，我们请教这个永明老师怎么看？你知道现在全球 No.1 的产业是什么产业？是军火产业，是军工产业。冷战结束之后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增加军购，都在做外销，都在做采购。台湾的军购是有它的困难，尤其如果你还要想在一个专案的项目有所突破，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制造，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个潜舰呢，哇，全球游走了一圈，没有人要帮台湾做，对不对？荷兰、德国、美国根本不做柴油级潜舰，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做，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战略到后来的执行变成什么？在民进党的政府里面，各位你看到，从口罩、疫苗到鸡蛋到光电，加起来可能都还不如这个案子的经费要多了。那过去当然大家都听说过军火商、掮客，这里面已经变成一个正常那个拉法叶舰，是不是？瑞典政府还退钱给我们呢。作为一个吹哨者我觉得马文君。他其实就是把他拿到的资料，而且是好多立法委员拿到的资料，只有他敢动，然后用公文的方式给了不同的单位，是不是？然后呢，他今天的质询就问了，这个这个叫做 GL 公司他本来是卖烟草的，后来他倒掉了之后，重新复业48天就接到了大案，这样子的一个潜舰国造的这个德标厂商。那这个 GL 公司，那请问他去问陈建仁我们的院长他说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合适？他说因为马文就问对，就是说如果换心手术找到执照，然后48天的人开心手术可以吗？他说，那陈建仁说，这个技术公司，他说那个 GL 公司是技术顾问公司，不是诈骗集团。各位，陈建仁在帮 GL 公司背书，他说他不是诈骗集团。这个行政院长比国防部长还懂，国防部长故意装不懂这个案子多久了，找来问一下你怎么会不懂，再撇清大概跟他无关，不是他的派系所以呢，每个人都没有在做自己该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二鸟啦，二人先告状，一石二鸟，二人先告状然后呢，指控马文君吹哨者变成泄密者然后呢。拉抬民调，什么民调呢？不管是谁的民调嘛，至少不是国民党。所以呢，吴子嘉董事长说，这一阵子这个潜舰案造成了侯友宜的民调的影响。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把这个几个东西要混在一起看，你才看得懂真正事情的原貌。是，来老师，马文君这一次的咨询很成功，而且打到要害了，看起来平淡无奇。说问一下，郭喜怎么当顾问的？
有没有经过专案的审核啊对等等，其实这是要害。为什么？因为潜舰国造案这是一个非常极机密的一个专案，极机密哦，所以要涉案的，就是要参与这个案子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身家调查，要经过中侦查核，而且最后它的机密等级要经过核判。那由于这个案子是极机密，因此能够参与核心的当顾问的，他本身就必须要是极机密的等级的人。是极机密的等级最少是要将军以上。一般来讲，涉及国家极机密的事件，一定要到国防部部长、到总统来核定。一般来说的话，参谋呈下来以后，都要送到国防部部长来核定。邱国正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我就觉得有没有人渎职，有没有人包庇？也就是说，一个涉及到国家这么重大的最机密的案子，然后这个专案，他们黄曙光你们去找了一个顾问，而这个顾问有没有经过身家调查？然后他的核判的机密等级中有没有经过专案签？然后这个专案签有没有送到这个国防部的部长？然后再跟总统来做核报，因为所有的会议他都要参加，或是一些重要的会议都要参加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机密等级人才能够碰到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机密等级人才能够参与什么样的会议。那现在的情况就是邱国正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渎职，黄曙光你有没有上签，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对，你法务部部长到今天你都还没有去查，这是涉嫌渎职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知识体大，因为这么重大的事，竟然人员的管制，可以说我今天私底下找来，这黄曙光要就责哦，而且这个就责是绝对不能够侵扰，是我私底下找一个人来参与最机密的事，而说1年以后觉得这个人做事太过分了，就把他解聘，解聘有没有经过专文？我觉得政府机构用人可以这样草率吗？就责一定要救到底。要就责就到底。我还记得陈水扁曾经讲过，尹清枫命案不惜动摇国本都要办下去。陈水扁现在都已经下台多久了？有办吗？水落石出了吗？没有哦。刚才老师讲就责，我们希望就责，可是感觉希望不大，渺茫。感觉真的是希望渺茫啊！这中间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